人真的可以不用口鼻呼吸吗？道家的胎息究竟有着什么样的秘密？胎息又称其呼吸、丹田呼吸，曾在历史上盛行超过1000年之久，只像婴儿一样用其呼吸。道家认为，生命来自胚胎，本自胎息而发，重新返回先天的胎息使生命自我再生。一般人的呼吸都是通过肺实现的，进入胎息就是步入生命的本源之地。用皮肤、肚脐、丹田来呼吸，可以使生命发生返老还童的转变。在道家丹道体系中，无论是上乘修炼中的内观胎息，还是百日筑基，任何修炼都离不开胎息。老子就是通过胎息的方式达到了复归于婴儿的长生之道，同时它也是内丹术不可缺少的部分，孕育着宇宙生命本质的根本奥秘。在中国古代修道者的眼中，胎息是生命的原始状态，从凡息入胎息便可得长生之境，入仙道之门，实施真正的道取天机。真正行之有效的修炼法门总是被少数人掌握，胎息亦是道家千古不传之秘。如《后汉书·方术列传》说，亡者能节气不息，身不动摇，状若死人，可至100日、半年。晋葛洪《抱朴子》世之记载，年且100岁，使之面有光泽40-50者。胎息最古老的渊源来自《易经》中的归藏，修炼者形如婴儿，神似胎息，被古代养生家视为最佳的身心功能状态，将自己完全融于宇宙，吸取无穷无尽的能量。自古至今流传的胎息近100余种，练习胎息养生可以激活人从母体带来的先天真阳之气。人体生命是一个形、气、神的整体，命门之气与奇经八脉之气是生命的元气。神是指人体自性本质和人体生命的性根。古人一向认为闭气可以疗疾延寿，许多专门功夫也都与闭气有关，还有不少门派用闭气时间的长短来衡量修炼者功底的深浅，以验证人体自我调整、自我控制的功夫。与之相较，胎息更像是吐纳修炼的必然结果。咱们常人开始的时候用鼻缓缓地吸气，呼吸只能到喉管，到肺部，到腹部就很不错了。但是真人一吸一停一呼可以达到脚跟。现在我们就来探讨这个话题。接下来我将与你分享道家高人关于胎息秘要的解读，非常珍贵难得。为了能够更清晰地帮助你理解本意，建议你在观看时同步观看字幕，才能更清晰明了。建议你耐心看完，一定对你静心修行有所帮助。所以请先放下手头的事，仔细地聆听。通晓真正大道的人不会被天所灭亡，懂得元气奥秘的人不会被的所毁灭。真正的道并不遥远，就在自己的身体中，只要用心细致精微，性命就可以长久。所以想要获得长寿，就要修炼生命的根本，
首先要从精气开始，精气形成身体，身体是接收精气的根本，气是由形体之根基，而元气赋予了形体，这样就可以理解炼形的原理。经书说，根深蒂固，是长生久世之道，形中有母和子之分，为何不守护呢？在形中以气为母，以神为子，最初通过呼吸形成气而建立形，所以是母。一旦形确立，就会有神存在，所以是子。神与气结合在形体内循环，控制呼吸上下，长期习惯后，神自明，气自和，神内在明亮，照亮五脏，气和谐则在四肢的运用。所以皇帝说3个月内观，专注心神，就能使五脏变得调和，意中有动静。气若得道，神自然通达，行道自持，心神光明。这个道理是正确的。普通凡人，神和气息各自运行，母与子相隔，虽然气在内部呼吸，神却在外部运动，这样就会导致气无主而神不通，神不通就会使得精神散乱，心神为主，以形为居所，就像家里的主人不在内安住，却日夜在外不操劳，家里自然居所空虚，形体就会衰老。每天每夜24小时之中，人的形体之气总共有13500次呼吸都在为心神服务，但如果没有一次停留在形体内部，这样长期心神外驰，如何能够期望获得长生久世之大道呢？所以如果知道神气的主宰，母子的运行方式，那么长生之门就可见。如果气没有主宰，任由呼吸自由，充其量只能是通利五脏，消化五谷而已，无法调和阴阳，填补血脑，益寿延年。而应该以神为车，以气为马，全天驾驭，自然无为而不感到疲倦。所以《道德经》说，天下有道，却走马以粪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如果能够达到神能御使气的境界，那么人的鼻子就可以停止一般凡俗的气息，这就是胎息的治理。从最上的脑心泥丸宫到最下的命门，两者是相辅相成的，可以拯救残老。如果呼气没有心神的主宰，就会有一息不全；如果吸气不能得到心神的主宰，同样会有一息不全。如果能在每一次呼吸中让神和气相合，那么气胎就会从福气中形成，气从有胎中吸收，胎和气内部结合，就永远不会死去。功成之后，男子居精，女子结阴，即使有欲望也无法与心神争夺。这就是真精转化为神的过程，这就是道家修行修炼呼吸的诀窍。能够每天坚持一定的时间，自然就会体会到其中的妙处，就能逐渐融入真道。元气是天地之母，大道之根，是阴阳之本质，在物中被称为纯利的气，在人体中被称为元气，这是性命之本。每昼夜间13500次呼吸，
口鼻中都在泄露出真气。圣人长期修炼胎息，常将其纳入丹田，轻轻出入，调整自身，平和而长生。长生就是心与神气相合，与道合一的真谛。大道以空无为本，以超越相对为妙法。本源静定至纯，将其纳入丹田，安心于觉海。心定神宁，神宁则气稳，气稳则心就会自得喜悦。在百科之间持守珍惜，神息稳定，金木相交，心意平和宁静，龙虎自然相会。这就是内丹真胎息的应用。对于修行者来说，若想实现长生，首要之务是修心。真人传授道法称，心位于胸口下1寸3分处，被称为玉壶内的虚白气。古书记载，虚空中生出白气，分别称之为玉壶、神识、玉管、韬功，要时刻保持元气，不让其散失，最终形成丹砂结晶，大小如黍米，颜色如黄金，被称为宝林。若能认知、区分、封闭六门，持守天真，胎息便会自然生成，就能延年长寿。阴阳是天地真气，一阴一阳滋养万物，在人体中表现为呼吸之气，在天地中则为寒暑之气。这两者能影响四季之气，即物己，蕴含着真气。春季位于巽，能促生万物；夏季位于坤，能滋养万物；秋季位于乾，能成熟万物；冬季位于艮，能藏匿万物。这是阴阳的进退升降神妙之处。阳气出则水木盛，阴气出则火金盛。阳生于子时，出自卯时；阴生于午时，入于酉时。这4个时辰都是天地之门户，修行者必须吸纳4时之正气。在修行中，动静对应阴阳，静止极阳，在适当时机下心神专注，呼吸平稳，内外气息相合，形成圣胎，被称为真人胎息。修行者修心，心定心气，气定则神宁，神宁则心安，心安则气生，气生则境界空灵，境界空灵则清净，清净则无物，无物则命全，命全则道生，道生则觉相，觉相则觉明，觉明则神通。古书说，心通则万法皆通，心静则万法皆灭。这就是真正的定慧之法。修道者应首先修炼心的定法，一旦掌握了定法，成功便近在咫尺，金丹也不再难得。仙道就已入门，神就是虚空之气的运用，息即是元气的运用。修行时要摒弃尘世的种种境遇，不被人我之间的纷争、财富与欲望、得失和情感所左右，平等对待一切内外之物，自然就会获得成就，道心就算达到了。经文说，神是虚空无用之物，精气神这3者即是心的宝藏。修行者如果能够控制精气神这3样东西，就能够长生。
成为超凡脱俗的存在，这是真实不虚的。动本来就是动，静本来就是静。古人说本来就没有动静之分，所以动和静又是同源的。因为众生都受到了妄想的困扰，无法定心，所以圣人才留下教诲人要定心。神随气定，气定则神静。如果气动了，心也会动，神就会疲惫。所以凡是修行者，如果不掌握胎息之法，就会有动静之源，又怎么能够进入无为之境呢？这样就容易误入歧途。修行胎息就是练气定心，经常将息放在心上，就不会被万物所累。如果气不稳定，修禅也是徒劳的。只有气稳定了，身体才不会生病，修禅也会事半功倍。修行者因为无法守住心，元气就会流失，道路又怎么可能通达呢？所以古人说气定则心定，气凝则心静，这是大道的关键，也称为骸丹之法。修行之人要无杂念，日日如是，这就是真正的定观。因此贤圣的修行都在这个诀窍上，又称之为禅定双修。胎息的真气进入到一个干净的空间，点燃清香，面壁坐禅，心无杂念，一无所想，专心静气，全身都要关照，自然就会通畅。学习者不必完全封闭气，完全封闭的话会伤神，只需根据个人的情况让其自由出入，不要被自己的呼吸声所干扰，这样才是妙法。如果能够经常调息，不出不入，长久地保持在丹田之中，坚守其中，就能够获得真胎，大道之路必然会通达。修行者必须要定息，息即是正常安宁，顺畅归属，伏藏宁静。如果在四威仪中经常如此，就能够踏入真道。不要执着于外在境遇，要虚心实腹，这才是最妙的。只需静心息定，心定了气就安静，气安静了神就平静，神平静了境界就空灵，境界空灵了就静默，静默了就没有烦恼，没有烦恼了就清净，清净了就真道自然开启，道路开启了就自然而然，自然而然就自由自在，五行自然调和，六气和合形成内丹，身体长寿。所以凡是修行入道的人，要保持心神不乱，不泄露心神，不散乱心神，不乱言语，不乱说话，不妄动唾液，不乱流泪，不放纵欲望，不生怒气，不埋怨他人，不执着于自我，不伤害他人，不记恨别人。在行动、安住、坐卧之时常常如此，内心会感到愉悦，自然会取得成就。如果不修炼这种法门，就是白白浪费了功夫，最终得不到成就。只要日日如此，内丹必然形成。当动静双旺时到，就会自然而的。学习无为胎息的人，只需保持内心清净，这也称为真如。本来就没有什么实体，就像极虚无的状态，无去无来，无上无下，即非动也非静，
寂寂寥寥与真空合一，与大道同源，与本来的面目相遇。如果修行大道，就要修无为，内心清净虚无，寂而不寂，静而不静，心灵清明，心境相忘，这样就能踏入无为真道。学道的人如果按照这种法门修行，内丹自然成就，气就会稳定，胎息也就得到了。修行者修行要安静，要舍欲，要精进，保持内心清净，清净真气就会产生。观察气进入丹田，细微的进出，这样做龙虎自然会安静。如果内心没有波动，心神没有思绪，欲望没有涌动，就叫做太定。真正的气存在于身体内，达到仙真的境界，变化无穷，就可以被称为真人。修行胎息要存神定意，抱守三观就是指保持精、气、神。所有修行者每天都要常抱守三法，这样就会自然聚集三宝，身体康强，心神安定，身心自在，神明畅通，就能少疾少病，身体轻盈，视听敏锐。这就是真正修行者的修行之道。如果连续3-5年坚持修行，就能获得效果，久而久之自然就能得到。胎息的胎是指受生之功，气纳于元海，在脐下1寸3分处，又叫做丹田，吸收真正的精气形成身体，吸纳天地之气。1个月像珠宝，2个月像露水，3个月像桃李，这是纯和之气，朴实无华。胎儿在母亲腹中，母亲呼吸就呼吸，母亲吸气就吸气，直到10个月气充足才出生。这时六情转移到外界，如果不回归内息，就会有生死之别。因此圣人说，我不放纵六欲，六情常守在丹田，守护而不退。所有修行者首先要修心净法门，明心修道，省力而容易成功，不明心而修道，修行者会白费功夫而无益。所以先了解内心，然后自然定心，龙和虎自然安静，修行必然成功。丹田位于脐下1寸3分处，是元气的宫位，保护元气，内有神龟，吸纳元气，呼吸往来，一昼夜13500次都是元气，从口鼻中出入，所以引入邪气就会导致疾病。丹田是生气之源，又称为经路、气海、少宫、大元、神室、元藏、本根等名字，都是太和元气驻守之处。如果在丹田保留精气，就能够实现长生不老之道。所有修行者在行走、停留、坐禅时，常常含纳真气于丹田，就能够使元气成实，长期修行就能有所成。这就是真人的胎息修行。真意法界也不离开本源，这里的本源就是指一心，不动不行，心就是源，不停不住，源就是心。内心清净就能得到大药，
内心困惑混乱，就会遭受大祸，失去精气，丧失心神，败坏身体，失去药物，身体患病，最后丧失生命。所有在修行道路上的人，所以必须先修心境，但要使心静，就必须定心，心定了，神就安静。千拱相互融合，龙虎亲密无间，周天数足，补充精气，滋养神明，这三法齐全，在丹田就会感受到血气在全身流动，就能逍遥于长生之道。那么要如何保持清净呢？要澄清神明，断绝杂念，摒弃我执，消除外界干扰，保持真一，这就是妙境之道。修行之人要回归最初的纯净状态，内心融合真意之气，因此修行要回归本源，会运用四象五行、六气七元来炼制精气神，形成自身的形质。这就是从虚空中获得实，从无中获得有，同时也是培养内在真正的丹田。因此修行要修心以成神，修炼精以成形，修气以维持生命，这是阴阳之气的升降之道。气的源头就是生命的根本，所以修行精气神三法便是大道。修行者应常常进行内在观察，驱除三毒，摆脱六情，回归内心存有的三宝，让心神守护内在，保持气不散，身心欢愉，养气、练形、存性，这三法不可放弃。这便是真一体胎息，玄关大要修行之道。道化少，少化老，老化病，病化死，死化神，神化万物，气化为生灵，精化为形体，神气精三者融合，便可有所成就。因此存精、养神、练气，这便是三德，不可不了解。子午、卯酉、40都是阴阳运行的门户。心定不动称为静，神通变化称为灵，智慧通达万事称为慧，道源合一称为修，真气回归本源称为炼，龙虎相交称为丹，三丹合一称为了悟。若修行者了解这个根本，便可接近大道。修行者志向和修养，修养即是保持身体和内心的真实。想要保持安宁，就要先保持精气；想要培养精气，就要先培养心神；想要养神，就要先培养本性；想要培养本性，就要先培养命。性和命就是神气、魂魄、阴阳、离合坎的结合，所以长期修行形成圣胎，这便是真正的胎息。元气无形，真心无法，大道无限，唯有炼气一法，便是包含真道。心定、气定、神定，凡修行者若能融入大丹元道，清净虚空静谧，摒弃烦忧，忘却杂念，内心空灵无物，万法皆无迹可寻，这便是真正修行胎息。练就是修，养就是虚，耳不听，眼不见，鼻不闻，舌不尝，
气息调和心灵。这种方法不是有中有，无中无，色中色，空中空，不是有为有，无为无，色为色，空为空，而是真正胎息养神的方法。视而不见自我，听而不得闻，远离各种边界，这便是奥妙之道。这种方法最为高明。天地之本立于阴阳，清气为天，浊气为地，清气为心，浊气为肾，被世俗所困扰，引动人心，所以清浊无法分辨。每一个动作行走之处，眼见耳闻，都会消耗真正的元气。眼睛传递给心，心动摇，神志疲惫；被耳朵传递给心，心接受声音进入肾脏，神志疲劳，心烦就损害了自身。若有一丝念头，便会泄露真气，所以一般人胎息都无法实现。那如何能够实现呢？人若能静坐，念心不动，心不动念，呼吸自然，气神调和，长久而自然有所成就。人在世间往往不知道，人自身是受日常之物所造化而成，性命来自于先天的元气，元精不衰，形成器官，依托天上清净的气聚合成形，下接地上着重的气凝结成体，内含一种真气，使人不明白，因此泄露出去就是精气神。若不守护这三者，老死将尽。圣人常不离这三法，无论行走坐卧，久而就能成就胎息。为人在世不知根，一向贪心气本真，不管元阳真稀奇，至今天目病缠身。阴符经书说，天地万物互相掠夺，万物掠夺人，人掠夺万物，因此三者相互掠夺，失去了精气神，就无法成就胎息。修行之人若不贪恋万物，就不会掠夺你的本性。所以说，各守本分，我不要你的，你不要我的，只守着自己的本分。守本分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不进不出，常守本源，不动不静，不来不去，似有似无，是个如同死去却活着的人。大道就近在眼前，在修行中要常行平等忍辱，遏制邪念，坚定真心之香，运转心肾之气，上下往来在中宫相交，心意不散，温养元气，丹砂黄芽就会自然产生，根基就能稳固，长久保持，久而就能长寿，脱离尘世而得真道。修行胎息元道之法，心要做到不杀不欲，不盗不偷，不邪不妄，不癫不狂，心灵明朗，常守斋戒，真气常调和，内观全身，身心清净。修道之人若如金般坚实，六门不开，邪气就无法侵入，身体就能健康无病。若六门不闭，珍宝散尽，人就将遭疾病苦难，大道将无法成就。心中真气是天鹰，正是神清气净明。大道若依玄妙用，心中清净气生灵，一去一来不停歇，
上下无间，造化成就，神灵静定，气清无杂，这样息住自然清灵。修习者如果妄念不断，生死不息，随波逐流，这又如何能实现胎息呢？修行之人，点香入室，静坐明心，收拢神识，定一马，驯服心源，统一与丹田，使之温养，内观不外出，如元帅行军，神是主宰，气是军队，气到处神随之，两者相互追随，不可分离，种种病痛就会消失。修道之人如果掌握这个方法，勤奋实践，就能有所成就。胎息之道，世人多不了解，只有圣贤才能实证。若不掌握此法，修行就举步维艰，没有口诀，无法实践，即便有人指导，仍然做不到，等同愚昧之人，只等着心猿捉住一马，往往是白费功夫，无法成就大事。真正修行之人，想要捉住心猿，束缚一马，必须先调和气息，然后澄清心灵，放下忧虑，忘却情感，方可实现。若不如此，时光流逝，若无明示指引，此事也难以领悟。现在很多的人所谓念佛修道，只求个消灾解难，却不专心志向除去妄念，切实修行，怎么能够通达大道呢？明白此道的人会观察领悟，切身实践，自然就能明白。实现胎息修行并不是虚言。有缘人，感谢你看到最后。如果今天的影片对你有所帮助，请按个赞给我响应，也可以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，回复一句胎息密钥。愿你身心合一，通达自然，悟得内心的平和与智慧。还没有订阅频道的，请点击右侧的订阅按钮，与我们建立更深的连接，随缘加入会员，与同频之人共修福报，随喜转发，功德无量。